20世纪60年代，随着 F-86军刀战斗机逐渐老化，台湾空军开始向美国寻求更新战机的方案。1965年11月28日，台湾空军正式接收了首批 F-5战机，开启了 F-5AB 系列战机的全新时代。这些战机是通过美国的对外军事援助计划引进的，总计接收了92架单座型 F-5A 和23架双座型 F-5B。首批接装这些战机的单位是驻台南的443战术战斗机联队，随后共有4个联队陆续装备了这一机型。此次部署计划被命名为玉山计划。1972年，根据美国的要求，台湾将48架 F-5A 战机移交给南越空军。在此期间，为了协助维护台湾的空中安全，美军从驻日加手纳基地调派了2个 F-4战斗机中队至台中清泉港基地，分别部署了24架 F-4C 和24架电子战型一 F-4C 野鼬战机。同时，台南空军基地增加了1个分队，并引入了若干 T-38教练机，以满足飞行员训练需求，加速 F-51F 战机的交付。1975年5月，美国再向台湾交付28架全新 F-51战机，拉开了虎安计划的序幕。而此前移交给南越的 F-5AB 战机中，有部分因特殊原因被归还台湾，其中包括1架曾在越南战场进行测试的 F-5C 战机。F-5A 型战机一直服役至1987年6月30日才退役，而 F-5B 则服役至1996年6月30日。在退役之前，大部分 F-5A 战机已被封存，部分改装为遥控靶机。这些靶机在天剑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截至2000年前后，仍有2架靶机存放于清泉港机场的汉翔公司厂区。此外，台湾空军还利用部分 F-5AB 战机与菲律宾交换 P-51战机，用于陈列，并与比利时交换 F-104新式战机拆解件。这些活动被统称为阿里山实验套计划。1978年，台湾担忧美军撤离后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，以及未来从美国采购武器的困难。为应对这一挑战，台湾发起自强运动，以庄敬自强、处变不惊为口号，动员全民爱国热情，并成功募集大笔资金。这些资金用于购买18架美制 F-51F 战斗机，进一步增强了台湾的空中防御能力。F-5战斗机是一款由美国诺斯罗普公司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研发的高速战机，以其低成本、易维护、卓越性能和短距离起降能力而闻名。全球共生产了1871架 F-5系列战机，其中台湾自行生产了616架，成为全球最大的 F-5战机使用国。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一些国家军用飞机的总和。F-5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，出口至20多个国家。在与法国幻影3战机及苏联米格-21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。让我们看看 F-5的基本参数：全长14.69米，高4.1米，翼展8.13米，机翼面积17.3平方米，空机重量为4347公斤，正常起飞重量7吨，最大起飞重量11吨，最大载弹量2.8吨。其最高时速可达1741公里，作战半径220公里，最大航程2860公里，实际升限15790米，起飞滑跑距离610米，降落滑跑距离762米。F-5战机与 T-38相比，拥有更大的进气口，以适应更高的发动机气流需求。其进气道两侧设有巨型百叶窗式辅助进气口，内部配备边界层抽吸孔，以清除气流干扰。动力系统由2台 J85-G1-13涡喷发动机提供，这些发动机轻便灵活，可通过机身下方的维护口轻松更换。飞机燃油储存在机身油箱中，总容量1678公斤。机翼内未设置油箱，但配备蜂腰型超音速副油箱，专为高速飞行设计。F-5的操作系统保持传统设计，采用机械操纵方式，并搭载了增稳控制系统，包括方向舵配平、俯仰和偏航稳定，以及震荡抑制功能。液压系统采用双冗余设计，并配有独立的电气系统，以提高可靠性。武器配置上， F-5装有2门20毫米 M39旋转膛线机炮，每门装弹280发。此外，飞机可挂载2枚 AM-9响尾蛇导弹，拥有5个挂载点，可携带各类武器，包括通用炸弹、火箭发射器和
和副油箱等。一些改进型还具备发射 AGM-65 小牛空地导弹的能力。在1954年，美国诺斯罗普公司派遣团队前往欧洲和亚洲，深入调查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国防需求。基于调研结果，公司决定自主研发一款超音速战斗机，以低成本、易维护及短距离起降能力为核心优势，同时满足2级机场及航母操作需求。1955年，诺斯罗普正式启动轻型战斗机项目，并于当年6月推出了 N156T 教练机，被美国空军命名为 T-38禽爪。3年后 ，N156F 战斗机原型机交付美军进行测试，军方认为该机型适合作为成本低廉的战斗机，提供给盟国，以协助现代化空军建设，尤其适用于无法负担昂贵战斗机的国家。1959年5月31日，首架 N156F 原型机在诺斯罗普工厂下线，并送至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试飞。同年7月，试飞员罗内森完成了首飞。1962年4月25日，美国国防部宣布 N156F 纳入军援计划，并正式命名为 F-5，绰号自由战士。仅2个月后，诺斯罗普获得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合同，用于批量生产 F-5A 战斗机。越南战争期间，由于 F-4等重型战斗机的高昂维护成本，美国空军一度考虑采用更经济的 F-5战机。尽管其性能一般，但凭借低成本优势，该机型得到了广泛关注。20世纪60年代末，台湾空军接收了92架 F-5A 和23架 F-5B 战斗机，这些战机大多按照美方要求转交给南越政府，部分则保留在台湾预备役。20世纪70年代，F-5战机出口至多个国家，包括瑞士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。沙特通过和平苍鹰军事援助计划，从1971年至1982年间，陆续获得多批 F-5E-F 战斗机，而伊朗则在1971年至1976年期间引进了166架 F-5E-F 战机。然而，两伊战争结束时，伊朗剩余的 F-5E 战机数量已不足1个中队。1968年，台湾开始与诺斯罗普公司商讨合作生产 F-5E-F 战斗机的事宜，并于1973年签署备忘录。诺斯罗普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，美国军方则提供必要的航空装备。从1973年至1986年底，台湾共生产了242架单座 F-5E 和66架双座 F-5F 战机，总计308架，加上美国转交的部分战机，台湾空军装备的 F-5E-F 总数达到336架，成为当时全球 F-5机队规模最大的国家。2018年，一架伊朗空军的 F-5战斗机在伊朗南部偏远地区坠毁，导致1名飞行员牺牲，凸显飞行安全的重要性。在越南统一前的1975年，南越空军拥有22架 F-5E 和4架 F-5A 战斗机。随着南北越的统一，这些飞机中的大部分被转移至泰国，其余部分被美国运回麦克莱伦空军基地封存，以供未来可能的再销售之用。瑞士空军在1976年启动代号为“和平阿尔卑斯”的现代化换装计划，分批采购了66架 F-5E 和6架 F-5F 战机。之后于1981年追加采购32架 F-5E 和6架 F-5F。这些战机不仅用于防空，还成为瑞士巡逻兵特技飞行队的主力机型。至1985年3月，诺斯罗普公司已全面完成对瑞士空军的交付任务。在韩国，1974年至1986年期间，洛克公司生产了233架 F-5战机，主要供韩国空军使用。同时，韩国航空工业公司与诺斯罗普签署生产许可协议，在本土制造了48架 F-5E 和20架 F-5F 战机。约旦也从美国采购了61架 F-5E 和12架 F-5F， 并额外从苏丹获得1架 F-5F。1980年两伊战争期间，伊朗的 F-5战机曾与伊拉克的米格21展开多次空战。尽管伊朗在战争初期训练水平较高，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损耗增加，伊朗的空军实力逐渐被装备苏联及法国先进战机的伊拉克超越。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启动了空军现代化计划。1973年，台湾航空工业公司与诺斯罗普签署协议，在台湾组装生产100架 F-5E 战机，并命名为中正战机。随后，
为满足需求，生产数量进一步增加至242架 F-5E 和66架 F-5F。这一生产线持续到1986年结束。这些战机中仍有部分在台湾空军中服役。此外，2002年，美国海军陆战队从瑞士购买了32架 F-5E 战机，这些飞机经过翻新和结构升级后被命名为 F-5N， 并交付给驻内华达州法伦海军航空站的海军 VFC-13 和陆战队 VMFT-401 中队。然而，2021年6月1日，伊朗发生了一起 F-5 战机座椅意外弹射事故，导致2名飞行员不幸遇难。从性能角度来看 ，F-5 战机相较于当时的米格-21具有显著优势。虽然其动力和发动机型号有所限制，但通过优化气动设计 ，F-5 不仅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，还在亚音速空战中表现出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 F-5 的空机重量仅为6吨，但其最大载弹量却高达4吨，甚至超越了体积更大的米格-21。这一设计充分体现了其轻型战机的高效性和实用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对于这些信息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。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，也请在评论区留言，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。我是寰宇哥，咱们下期再见。